这个瘦小的男孩，他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，对准对面的大山，他要用意念移动它。周围的人都在嘲笑他，哥哥在一旁看不下去，走过来要阻止他愚蠢的行为。这时突然奇迹发生，地面开始震动，所有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男孩叫小安，因为天生矮小瘦弱，为此没少受同龄人欺负，还被取绰号为小男孩。但幸运的是，他有一个非常疼爱他的父亲，在身边鼓励他，陪伴他，和他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可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了他们的生活。由于哥哥先天扁平足，不符合参军条件，只能由父亲替哥哥去参军。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，小安非常舍不得父亲，他跑上前去抱住父亲的腿，在父亲的怀里放声哭泣。自从父亲替哥哥去参军，哥哥一直活在自责中，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。妈妈说等夏天结束的时候，父亲就会回来。一转眼到了父亲回来的日子，小安拿着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，给父亲买了他最喜欢的靴子作为礼物，还买了魔术表演的门票。他要父亲陪他一起看，可是事情总是不如人愿。一个军官来到家中，告诉母亲，父亲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俘虏，现如今生死未卜。母亲紧紧抱着小安哭泣。小安坚信父亲一定会活着回来。他穿着给父亲买的靴子，看着床头与父亲的合照出神。哥哥则更加自责内疚，独自喝着闷酒，看着那张老旧的照片更加难受。小安一人孤零零在院子里荡着秋千。这一个星期里，他基本没怎么吃东西。母亲很担心，于是让哥哥陪他去看他最喜欢的魔术表演。在魔术表演时，魔术师想挑选观众上台，所有孩子都积极地举手，而魔术师偏偏选中没有举手的小安，吓得他都快缩进了椅子里。当他来到舞台上，魔术师要他用意念来移动眼前的瓶子。他抬起手时，台下不断传来嘲笑声，没人相信小矮子能够成功。看着台下的嘲笑，他仅剩的勇气也快没了。当小安低头打算放弃时，在旁边的魔术师鼓励他说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做到。这让小安想起父亲，他曾经也是这样教导自己的。小安再次抬起双手，看着眼前的瓶子开始发力。这个男孩要用意念移动瓶子，他举起自己的双手，看着眼前的瓶子开始发力。突然瓶子移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双手。台下发出了阵阵掌声。后来小安跟母亲一起去教堂，神父说只要我们有信念就能移动大山，甚至可以阻止战争，让我们的家人回来。于是小安就去找神父，说自己拥有意念可以移动瓶子，但是怎么才能让父亲回来？神父拿出瓶子让他演示给自己看。小安毫不犹豫地举起双手，嘴里一边叫着一边开始发力，可是瓶子没有一点反应。小安坐在凳子上想要放弃时，神父叫他再来一次。小安再次举起双手，使出全身力气，一次接一次，他做到面红耳赤，还是失败了。小安问神父如何才能让他拥有强大的信念。神父拿出一张古老清单说，如果你完成了这上面的所有事情，你的信念就会变得无比强大。小安看着清单，上面有一条就是和镇上的那个日本人做朋友。他非常的吃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小安和哥哥都非常痛恨日本人，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是被日军给俘虏的。在这不久前，他还和哥哥一起去砸了日本人的窗，哥哥还不小心烧了他的院子，哥哥因此进了监狱，和敌对国家的人做朋友。小安心里100个不愿意，可为了能让父亲回来，他选择了和日本人做朋友。小安来到了山本家前，跟他进行了道歉，可是山本根本不搭理他，随手就把门关上。但是小安没有放弃，小安拿来了自己最喜欢喝的汽水送给山本，可山本不领情，他直接把汽水丢进垃圾桶里。但经过他的不断的努力下，山本终于被这个奇怪的小男孩打动了。他们来到了冷饮店时，连店员都歧视山本，而小安却只是在一旁默不作声。当他认为完成任务，找到神父要划掉清单时，神父却告诉他，你要和山本友好相处，直到你眼中的仇恨消失殆尽。接着小安来到了监狱，当哥哥看到清单并知道他和山本交朋友后，非常生气，说如果和山本做朋友就是在背叛父亲。从监狱出来回到家，看见房间里的母亲抱着父亲的衣服在哭，小安决定要用自己办法让父亲早点回来，因为清单上很多事情要大人一起完成，他没办法了。最后去找山本，请求山本帮他完成清单。山本没有拒绝小安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们很快就要完成了清单上的任务。慢慢的，小安对山本有了改观，觉得他也不是什么坏人，俩人成为了真正的朋友。一天，哥哥看到小安和山本在一起，气势汹汹地跑过来，让他回家不要和山本一起，还取笑他相信这些糊弄人的鬼把戏。哥哥拉着小安让他移山来认清现实。小安抬起双手对着大山发动意念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地动山摇，广告牌也纷纷掉落，甚至墙面出现了裂缝。所有人一下子都傻眼了，其实是刚好在那个时间发生了地震。镇上很多人都在议论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这些。为此，小安更加坚信自己可以用意念来拯救父亲。于是他每天都来到海边，对着日本的方向开始发功。人们都以为他疯了，
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观看他的表演，有时是来看戏的，也有被他的执着所感动的。日复一日，他坚持着，直到有一天，小安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海边，人们将他围住了。一个老妇人拿起报纸向他读了起来：美国向日本投放了原子弹，代号小男孩。小安以为自己成功了，父亲快回来了，而母亲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原子弹摧毁了整个城市，日本人会进行报复。很快家里就收到了噩耗，父亲所在的战俘营被日军疯狂屠杀，他的父亲永远回不来了。母亲崩溃了，小安和家人一起出席父亲的葬礼，而小安的清单最后一项就是埋葬逝者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？他在父亲坟前嚎啕大哭，以后再也见不到父亲了，他唯一的伙伴将再也不存在了。小安再次来到海边，他在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个军官再次来到小安的家中，告诉母亲他的父亲并没有阵亡，原来是别人的身份和他父亲的倒混了。哥哥迫不及待跑到海边告诉小安，他们一家开着车来到了医院。小安抱着靴子缓缓地走向父亲，并把买来已久的靴子送给父亲。一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放声痛哭。我被这个小男孩深深地感动了，他的天真执着，一切的巧合让他的信念更加坚定，现实又教会了他成长，坚持总会胜利的。